悬崖绝壁洞穴惊现神秘木质建筑，当地老人透露，此处为100年前的土匪窝，内部还有尸骨、火铳和冷兵器。由于地势极为险要，当地人只能远观其洞，代代相传。那么洞中究竟是何模样？我们决定采用专业 SRT 技术进入此洞一探究竟，实拍匪洞所有遗迹。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悬崖匪洞所在的这面岩壁之下。我们今天呢是一行4人，此次探索了就是为了去探明那个洞中是否会有老人说的那个枪械的存在。我们如果进去发现了有枪械存在啊，就会把它带出来上交给当地相关部门哈。好，这时候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啊，左降下去就可以进入那个洞穴了。好，开搞。咱们现在已经进入密林当中了啊，马上就可以到无人机里面看车的那个下降点了。在这个密林当中穿梭了，尤其是要注意这个蛇虫鼠蚁啊。大家看，这里有这个毛耳朵，就是苇菜啊，苇菜。刚刚听到有红腹锦鸡的叫声。对，这个林子里面，由于这个林木非常的密集啊，所以往往会隐藏特别珍贵的药材。待会儿为大家一一讲解。在这里发现了一只千足虫，这也是马鹿这个科属的一种啊。在那里，大家看，那是一只那个竹獾的老巢，看到没有？有一个洞，这样打进去了。所以说，这个森林里面呢，很多危险都是未知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啊。还有多远？走了1/3吧。好，那咱们继续开干。刚刚过了梅雨季节啊，这个林子里面就出现了这种菌菇，但这个大家一定不要随便采摘啊，这搞得不好就是有剧毒的。这个菌类我不太了解，大家一定不要尝试吃这个。哇，这里有一条千足虫。它这是什么粪便？哦，这就是野猪的粪便噻，好新鲜啊！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别被野猪拱了就不好了。那你上去就是悬崖啊！我们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现在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还有树木疙瘩。哇塞，这时候就已经是到了这个悬崖上方，真的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啊，在我们找这个下降点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这个上面有很多这个剑兰，看到没？哇，这个咱们不要碰它啊，这个是保护植物。好，咱们继续前进，去寻找无人机里面发现的那个下降点。我的左手边呢就是悬崖峭壁，我们呢是走在这个林子里面的，非常的安全。看到没？这有古人修的一条小道，这个有可能就是当年那个土匪啊，他们横切的一条悬崖小道。我们终究还是错过了这个兰花的花期啊，看到没有？就像我错过你。它是3片，中间呢像一个那个猪笼草一样的这种花型，看到没？已经在凋谢了啊，但咱们不要去碰它。这个花应该在当时盛开的时候是非常的香的。咱们继续前进。这时候咱们就要紧贴这个岩壁了，已经走上了这条横切的小道。外面没有什么植被了，我们必须是沿着里面前进。看到没有？这里比较湿滑呀，小心慢慢的走。咱们一行4人呢，就横切到了这个最为险要的悬崖路段。然后这时候我们是穿戴了专业装备啊，大家一定不要模仿。由我作为先锋呢，在前面开线布绳，然后队友依次随着我的安全绳往前面前进，然后就可以进入那个悬崖匪洞里面去一探究竟了。好，这时候我来开线，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哈。现在是小北在开线做这个安全防护啊。虽然这边有一条路，但是安全一定要防护，大家一定不要随意模仿。现在我基本上是把这个点呢已经铺到了这个悬崖匪洞的上方，然后这边过去是越来越窄了啊，必须把这个点打密一点，就是保护站要搞密一点，必须安全操作，大家一定
一定不要模仿。然后大家再过来看，在这里呢发现了这个红白无鼠的粪便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五灵脂，还非常的新鲜啊。不知道这个老人说的这个红白无鼠会咬绳子是真是假啊？这里反正是有这个红白无鼠的粪便。好，咱们话不多说，继续前进。我已经做好了安全保护啊，也就来到了这个无人机里面看到了这根土匪搞的大木头，这里啊，看到没有？它这样是垂直的，搞了一个木头在这里。这里曾经应该是有一个这么高的一个木门啊，然后这里应该就是当时那个悬崖土匪的这个下降点。现在我们就随着他的老路啊，继续往下走，看一下那个洞里面究竟有没有枪械啊，或者一些土匪遗迹。如果真的找到枪械的话，我们一定会把它带出来，交给当地的相关部门哈。好，现在我做下降线路，横切线路已经完结了。好了，开搞，这里下去差不多有一个70米高的距离。我现在就从这里直接做下降点。好了，开搞，准备我们的第2段绳子。现在我已经挂到了这个保护站上面啊，给大家一个安全拍摄。从这里下去还有5-6米的高度就可以抵达那个洞口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脚下方就有那些木架子，这个就是这个悬崖匪洞的洞口。然后在这边呢，看到那个岩壁上面有很多的五灵脂啊。我现在下降到了一半，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红白无鼠把我盯着的，我的天哪！哇，这个岩壁上面还有血迹，我的天哪！他就把我望着的，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进去了，进去了！这里有个红白无鼠的窝，看到没？他用的是这个雷公树，然后做的它的这个窝架，然后里面含的有细草。哇塞，这个上面黑色的这个就是血迹啊，然后下面有很多五灵脂，也就是红白无鼠的粪便。刚才看到的那个红白无鼠已经进到那个裂缝去了。这个匪洞并不大，它的那个总深度差不多只有3-4米，然后里面似乎没有动到了。咱们继续下降一点，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情况。哇塞，这个岩缝中好多水晶啊，这个亮晶晶的全部都是水晶石，看到没？在这里有很多啊。我在这里慎重的考虑了一下，我就不进这个洞了，因为这个洞的规模并不大，然后在里面也没有发现机枪啊什么的，就是远远看过来有一个木架子，因为这里面是红白无鼠的窝啊，咱们进去了之后就留下气味，它可能就要换窝了，所以这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全景是怎样的，然后我就上去了，我就不进去打扰它，留下了人的气味，这个红白无鼠就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了，看到没？哇塞，这有很多水晶石，这个上面有一个红白无鼠的窝。好，现在我原路爬上去。现在我就从这个下面安全的爬上来了。现在我可以分析推测，这根木料啊，这个木头青冈木的啊，青冈树，这根青冈树应该是当年的土匪了，在这里拴绳子的啊，看到没？它这个上面已经松动了哈。然后把这里塞紧了之后呢，就在这里搞一根麻绳，然后从这里就随着我们护绳的这里进到下面的洞中。这个洞的规模并不大，里面可能不到20个平方。在里面发现了有一只那个红白无鼠啊，而且有血节、有五灵脂这种非常名贵的这个中药材，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动它哈。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今天可谓是探了一个寂寞啊。本来当地人呢说里面是有枪械啊，有土匪在里面生活做饭的一些这些厨具啊、灶台啊这些什么的，但是通通没有发现。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观看，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更多不一样的探险之旅。拜拜。悬崖洞中的怪声来自什么生物？山洞地处半崖，却让当地人避之不及。一夜之间，洞中电线都来不及拆除，就撤走了楼梯。究竟洞中发生了什么神秘事件？这里是位于中国重庆的双龙峡谷。接到粉丝邀请，我们决定利用钉攀技术进入这个神秘的双龙洞，实拍山洞怪声来源，一探究竟。这个洞口呢，位于半壁之上，从上面所降的话，它是很大一个负角度啊，进不去。
但是从下面上去了又有10几米的高度。今天呢，我们利用钉攀技术啊，准备进入其中，去里面一探究竟，看看里面究竟有没有老人说的那个2条大蛟龙啊。好了，我们马上开搞。这还挺高的啊，那个双龙洞的洞口就在这里啊，我们必须从这个负角度给钉攀上去，就在这个位置。好，现在我来开线。小北还在继续开线中，在做最后一个保护，马上就到洞口了。我现在已经做好了保护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用了接近2个小时的时间，从这个下面是成功的钉攀上来了。现在阿志已经是跟我汇合了，因为不需要所有人都钉攀，我爬上来了之后就可以放一根绳下去，他们就沿着绳子直接往上爬就好。好了，那我们这时候呢，就对双龙洞进行探索，看看里面的蛟龙究竟还存不存在，然后看一下这个梯子是为什么被拆掉啊。好了，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咱们进洞一探究竟啊！这样望出去，它是有一条河了，自西向东流的啊，非常的漂亮。这是位于一个峡谷当中。我们再看这个双龙洞内部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哈？它的洞口并不大，这有可能是个出水洞，而且这个旁边呢有一根电线，这极有可能呢，当年呢是被开发过的，但是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呢，这个梯子被拆走？究竟里面会不会有龙的存在呢？咱们这时候就沿着这个扁狭的洞道继续前进，看一下里面会有什么惊奇的发现啊！这个左边有一个通道，啊，这后面有个通道，后面2个通道，还有2个通道。啊，怎么了？这个下面刚才大家看到了有个通道，而且在这边也有一个通道，我给大家看一下。哇，看到没有？这里出去是一个窗口，也能看到外面的悬崖。然后在我的左手边，这边也是有一个通道的，看到没？我现在分析呢，这个主通道应该是左边的这个通道。我们继续深入。啊，大家看我身上，我的天，这身上真的是挂满了形形色色的装备啊！大家一定不要模仿，我们这是安全操作。我们看一下，这个电线的方向吧，应该是它最深的洞道。我们继续前进，这真的很窄啊！我这个1.8米的大块头就不如他们跑得快了，真羡慕这些小个子。钻这种扁狭的通道真的很难。哇塞！哇，这前面好像洞道变宽了。哇塞！什么情况？大的中枪了，好大一个中枪了！哇塞！有流水哇，有潮音。对，好大流水。左边那个方向有潮音啊，而且这个电线大家看，仿佛昨天还在使用啊。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夜之间，这个梯子就完全被拆除了。只留下这些挂满电线的痕迹，究竟里面经历了怎样的扑朔迷离呢？咱们边走边探索吧。在山顶跳去那边看了一下，他说前面是一个大厅，就是死通道了啊。现在呢，我决定还是走左边这个主通道，因为在前面听见了有很大的这个流水声。什么？有石莲花。哇塞！你能想象到悬崖中间的一个小洞进来有如此庞大的洞腔吗？这个通道看起来是非常精致的，比较干燥。这里就是山顶跳说的石莲，这个是正在发育中的钟乳石啊。那边听着很大很大的流水声。咱们继续前进，像一个什么雕塑在那里。这个地上全是泥沙，有可能在涨大水的时候，这个洞这个洞可能是被水淹起来的。这个很大的潮音就是从这里传上来的，就是从这里传上来，我下去看一下。是啊，你向前冲。哇！水，暗河！哇塞，这个悬崖上暗河。老乡说的这个洞通入鬼城，叫阴河。阴河啊？对，老乡说的叫阴河。哦，真的。有人说这个
里面有蛟龙，哇，风都鬼神。哦，这个水好凉哦。他说这里面有龙的嘶吼声，有可能就是说的这个暗河啊。对对对，这水好凉哦。看一下这边，里面有没有生物？没有发现生物。哇塞，这悬崖之间的小洞子里面的银河。阿志，快过来！这里发现了老人说那个银河。哦，这边是大洞道，然后山里跳了去这边的小洞道去探索了。里面什么情况？里面周围的洞层比较原始的一个状态。哦。但这里面好像是有水淹过，被水淹过。看到没有？这个钟乳石可能在搞这个景区的时候被破坏掉了，看到没？感觉非常的可惜啊！这个上面有断痕，但是这一面墙呢，就是比较原始的一个状态。哇塞！我们沿着这个主洞道继续前进，上来呢，迎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洞腔。而且这个洞腔里面有人为痕迹，这里有几个堆堆，不知道这是生鸡啊还是小坑。那个前面有非常原始的钟乳石，这个电线就是缠绕在那个钟乳石上面的钟乳石柱。从这个地上的泥沙来看的话，这里在雨季的时候，如果水量非常充沛的情况下，这个洞道应该是被水淹起来的。哇，那个上面好像是一个竖井的底部，而且这里的空气分层呢，上面有雾蒙蒙的，下面非常的透彻，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么大的钟乳石倒在这里了。哇，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个人头。哇塞，这钟乳石还挺好看的。从这里爬上来了，这里迎来了一个钟乳石大厅。哇，非常的好看啊！而且这个洞顶布满了有鹅管，有一些形形色色的鹅管参差不齐，像石头开的莲花一样，非常的好看啊！而且这里有钟乳石旗。咱们继续深入，有个竖井吗？对对对，有哇塞，20-30米高吧。这钟乳石，有20米高。阿志在那里那个比例，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钟乳石4米多高，钟乳石柱非常的原始啊。幸亏这里来的人非常少，不然这个钟乳石可能要被敲掉。而且在这里啊，大家看，这个上面还缠了有电线，这个线到这里就没有了，然后这下面是全新的区域。对，这个竖井，我们步程下去一探究竟吧。打在这上面。可以，好，开搞。这个绳尾呢，必须打上绳尾结啊，因为这里下去高度还不明，而且这个下面好像是从来没有人类涉足了。经过我的专业评估啊，这个钟乳石非常的结实，因为我看了一下，它是透亮的，就是钙镁离子的结晶体，这种材质呢非常坚硬。然后呢，我是开线先锋啊，我开的线他们要让我先试，因为我的体重最大。好，我现在就来打个样儿。好，开搞。我正在下降，已经做好了保护。我们看一下下面是什么样的环境。这个下面是一个沙滩，然后在那个角落里好像还有一潭水。然后在这个下方呢，好像是有一个洞道，我们继续探索。但是在我面前这个就比较大了，像个坛子一样，说话有回声，有回声啊。然后呢，咱们继续下降，可以看到这下面全部都是松软的沙子，而且这里有流水，看到没？哇，好多蝙蝠，看到没？我的天，哇！哇塞！大家看这个暗河，哇，看这个，哇，这里就是一个出水洞啊，而且这里有很大的流水，这样往那边去的。哇塞！哇！这是蝙蝠掉到水里面去了，我把它弄起来。别咬我哈！我把它弄起来了。好，大家看，这个暗河这里还有几根竹子。
然后过去是没有别的洞道了，整体的情况就是像个坛子一样。这里就是这个双龙洞的最深处了，这个洞腔很大。什么东西？红莲紫檀。看没有？这透明的小蝌蚪。对，不愧是银河哈。对，这个只有洞穴里面才有。跟娃娃鱼一样珍贵，比娃娃鱼还要少。这个东西，红莲紫檀的幼崽，这个要3年才能长成成体，就说明这个出水洞里面是有很多红莲紫檀的幼崽。这个我们必须得赶紧走了，我感觉这要下雨的话，这里全部都是淹起来了。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踩的这个脚印啊，这个沙子非常的细啊，它就像我们那个瓦工师傅粉墙的那种沙子一样，轻沙。本次导水成功。哇！现在呢，我们从这个阴河的出水洞啊上来了啊，这里又回到这个钟乳石大厅，在里面呢没有发现蛟龙的痕迹，有可能老年人说的那个龙吟之声呢，就是这个涨水的时候啊，这个暗河里面的水呢，它经过这个七窍玲珑的这个河道啊，在里面形成的回响，这个呢就是龙吟之声双龙洞的由来。那么今天可以说是探了一个寂寞，开了1-2个小时的线，开上来最后发现这个洞道没有多深啊。那大家不要灰心，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更多不一样的探险之旅。拜拜啦！悬崖中间的古石门是何人所建？为何而建？石门背后究竟有何玄机？上期视频我们通过神攀技术打开了这道神秘石门，这期视频我们将深入迷宫般的洞道，实拍当地老人口中的坏人老巢。这个地上啊有很多这种形状非常规整的石头，看一下，这个像磨刀石一样，看到没？形状非常的规整。然后走到这里呢，好像是分成了几个洞道，这里是几个洞道啊？左边有一个洞道，里面有非常多的乱石，右边有一个洞道，可以看到这都非常深邃。老规矩，我们先走右边，走，你这边，你上前吧，后面你会害怕。走，我们要记得啊，我们是从这个洞道进来的。好，继续出来。哇塞，这个洞道也是非常的扁下，看到没？非常的深邃啊。走，咱们继续前进。那是什么动物的粪便？有动物的粪便？对。哦。而且好大颗。你看到了吗？我看见它的刺了。豪猪的刺。那应该就是豪猪的粪便。没有。好多粪便哦。哇塞！这里遇到了一只豪猪宝宝脱落下来的刺，看到没？这非常的小啊，这细蒙蒙的都是，而且这个应该就是豪猪妈妈的刺，这根刺非常的尖锐。可以看到这个豪猪的刺它一个特点啊，中间有褐色的，中间是褐色的，两边是白色的，然后由褐色转为白色，渐变色啊。这里面应该是一个豪猪的老巢。走，咱们继续前进。那边有什么发现，老师哥？也有小刺，应该我们现在闯入了一个豪猪的洞穴。这里就是一个豪猪的生活场所，这里有很多豪猪的粪便。我怀疑这个洞道爬不出去啊。从那边出去的是？什么情况？那从哦，看，我爬进去被豪猪家族给围攻了。有豪猪家族啊！哦，这里还有一根大刺，很大。哇，那个里面应该就有豪猪。对，照一下。哦，豪猪应该就是躲在那里的，那里应该是豪猪的寝室啊。啊，有可能。哇塞，这太神奇了！这个洞道是石洞道，这边洞道，哎，这边洞道也是很扁狭。这估计是豪猪在里面。豪猪才钻得进去。走，我们走宽敞一点。我们刚才是从哪边过来的？我们从这里过来的，然后往回走，记住我们来时的路哈。哇，这里应该就是豪猪在这里休息的一个场所，看到没？
有很多这个树叶，看到没？做的窝。对，这边有个通道，右边有个通道。我们先走这边，看一下这里是什么样的环境。哦，这边又是一个通道。对，这是我们来时的那个左边那个通道。哇，千万别迷路了，我的天哪，这里面真的四通八达。啊，应该是走这边。对。哇塞，这个石门山在里面真的是太神奇了。哇，必须得跟着前进。对呀。鸡毛？是鸟毛吧？鸟吗？哦，对，那是紫啸东，的巢。好的吗？哇塞，这个洞真的四通八达。我们看一下它究竟通到哪？哎，我们到哪里了？哇塞，又到了一个大厅。哎，这边有个通道。一个出口。哦，这边能看一下外面的阳光，看到没有？有2个窗口。乖，碎片。这里看下去是哪里？我们看一下。哦，绝壁！这边不要过来，这下面是悬崖绝壁，真的有点神奇啊！什么？瓦缸。这里有瓦缸。悬崖。哦，这里有很多瓦，陶瓷碎片。悬崖。这边也是悬崖绝壁，要走到这里。那边有光。这里也是一个窗口。哇，这太窄了，我勒个天！看到没有？这里能看到那个石门，这里真的有点意思啊，四通八达的。这基本上所有的洞道就全部探明了。哇塞，这上面是些裂缝，而且这里有这个钙化物的结晶体，像鱼鳞一样，而且上面非常的闪，波光粼粼的，布灵布灵的，非常好看啊，像满天星辰一样。可以看到在这里，哇，好闪啊，像钻石一样。这应该非常多的年代没有人过来了。现在呢，我们就基本上把这个悬崖山寨里面全部探明了。在里面呢，共发现了一些铜钱，然后还有大铁锅，还有一个几个铜板还是什么，我们都丢在那里了，没有拿。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原路返回，从那个石门那里锁降下去。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观看，关注我，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好了，拜拜。这是一处隐藏在悬崖下方的土匪洞，地处古官道侧面。据当地村民介绍，此洞名为老虎洞。几百年前，有一土匪帮在此兴风作浪，打劫过往商人马帮，后因官道废弃，匪帮破产解散。那么如今内部是何模样？随我进洞，现场实拍，一探究竟。这条官道呢，直通了老虎洞的洞口啊。据说这个老虎洞里面呢，它曾经是待过一批土匪。抢劫过往的这个商人，当时的土匪呢，在里面还是生活的非常的悠哉的。从这里看过去呢，能够看到里面有土墙，还有那个用毛石砌的宝坎。不知道那个洞道究竟有多深啊，也不知道这个土匪在里面留下了什么珍宝和遗迹。我们这时候呢，就进洞一探究竟。走，出发！在洞口呢，有很多这个碎石块，而且这被踩出了一条小道，应该来这里的人非常多。看我正前方就有一道宝坎，这便是老虎洞的第一道防御工事这上面有人工码砌的宝坎，下面是用的石头，上面是用的土块而且这边有很多这个烟熏过的痕迹，而且在那个方向有一个石头，上面好像写的字“农业学大寨”这可能在特殊时期这里还住过老百姓这坎子做的非常的毛，但是从上面的这个石粉来看呢，这个年代还是非常久远了。这里有1级、2级、3级、4级台阶，爬上来，上面就是一个开阔的平地。这里像是一个水井一个水井的遗址，这里面用那个黄土给糊在这个石头宝坎上面了。这是一个差不多长约10来米、宽约7、8米的这样一个
方形的房子，而且这个门槛很宽，差不多是2.5米的这样一个宽度。这个墙上面已经损毁了，但是里面被打整得非常的平，依稀还可以看出当年在这里生活过人。而且在这边有灶台，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灶台呢？因为这个土啊有被烧过的痕迹，看到没？是红色的。看这个下面有这个地骨瘤，看到没？这样窝里面就是地骨瘤。然后再看这里，我刚刚发现了有一个碗啊，这个碗应该是曾经土匪用过的。我在上面看了一下，这里有这种奇怪的花纹，我不太认识啊，好像是有4个字。我现在照张照片给考古队发过去，让他们研究一下这是什么朝代留下的。我们再看这个上面是什么样的环境，这里有崩塌的大石块，但是从那个洞顶的钟乳石那些痕迹来看呢，这个崩塌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这是我在站站上面买的2手手机，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嘞。这里就是房子的侧面哦，从这堆碎石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建这个土房子的时候啊，曾经呢，这里的第一批土匪啊，他应该是把这个里面的碎石渣给铲走了啊，以便扩充这个房屋里面的面积，堆在了这个旁边。这边呢也是一个乱石堆。应该是在这里挑选了比较大的石块去做了那个宝坎，而后剩下的这些小碎石块呢就留在了这里，所以这里看起来是一堆乱石。这里面很凉快，非常的凉快，而且这个石块上面有很多这个山羊的粪便。那这村民放羊的话，这里面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羊的圈舍。在那边，我手指的那个方向有流水的声音，这个应该就是当时住在这里的人取水的一个位置。这整体的面积差不多有1000来个平方哦。但是那个房子呢，只是占据了冰山一角，从这里可以看过去，这么一个环境。再看这个老虎洞的整体朝向啊，它是望着对面那个正在修公路的那片岩壁啊，白色的悬崖。这里便是这个老虎洞的最精密的一个工事了，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对窝，而且是脚踩的这个对哈，这样踩，在这里有一个转子哈，这样踩，看到没？这个前面呢就是对应的对窝，这个可以把那个玉米啊和那个谷子搞在里面，通过这个踩对的方式啊，给它蜕壳或者是打粉都可以。这个保存的非常完整。这个对窝的这个对台啊，差不多是1.2米见方的这样一个方形台子，而且这个对窝呢，它是直接在这个大石头上面一体成型，而且是用细砧子雕琢的，整体的工艺还可以。这里还做的有个牛鼻子，这个应该是起到了对这个踩的那根棒棒啊一个固定的作用。因为来这里的人真的非常的多，所以这里面的遗迹呢非常的少了，被破坏的非常严重。我们再四周找一下吧。老虎洞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以为有洞道啊，但其实并没有。这个老虎洞寨的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